开气管了，快去看！来，这是茶仙卢童传下来的黄金碾。金为万气之黄，无杂色杂味，用它碾的茶，细密清香。和胡掌柜这金碾子相比，这赵娘子的小碾子也太寒酸了吧！碾茶就碾茶呗，妖妖娆娆的还跳什么舞啊？你要不服气，你来一个。真是青楼的做派。哎呀，你狗嘴吐不出象牙。这英雄不论出身，石勒不过是奴隶子，仍能做开国之君。这斗茶本就是各展手段，半遮面没说尊驾用金碾是块恶俗，胡掌柜口出恶言，却是落了下乘啊。赵娘子这手扇子，怎么像节日晚会上的蝴蝶舞？下面就是该点茶了。对，胡掌柜这边已经开始了。
殿堂如银龙吞吐，祭佛轻重自如，不愧为茶汤香的高手啊！哎呀，赵娘子的这一手击佛，那恰似化用了琴技中的佛弦呐！哎呀，正是。虽然赵姐姐很少在别人面前弹奏，但在七弦之道上，可花了10余年的功夫呢。各位，请听。阳关三叠，赵娘子竟用这个茶盏奏出了琴曲，还这，哎呀！哇！我的茶点好了。这所谓汤色水痕茶味，即是说斗茶既要斗茶味，更要斗色斗服，即以茶汤的颜色和茶沫的摇盏来决胜负。也就谁败谁赢，谁的沫子先洒谁输。大致如此。你看这茶色呀，还不错哎。确实啊，好茶，确实不错。茶汤皆为纯白色，都是上品。这个汤色这一局，平手。下一步啊，就要看摇盏了。赵娘子的茶沫先开始洒了。
赵娘子，水痕这局，恐怕您输了。好。稍后，诸位请仔细观看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吗？茶百戏啊！好久没见过了，这个赵姑娘从哪儿学的？诸位，水痕这一局，谁输谁赢？那自然是赵娘子啊！好，还有最后一局茶位，不见得能输啊！可北苑仙春，茶汤香醇，一派王者气度，实乃茶中珍品呐！半遮面的茶呢？请各位再尝尝我们半遮面的茶。这净山茶，我第一次喝，虽说不到它的妙处，但是我感到它入口无涩，感到清香幽远。倒似我闲置在家赏菊一般，但是有种秋爽洒然之感。就是这个感觉。茶一入口，来不及品香品味，只觉得身如梦幻，飘然已去他处啊！对，没错，正是。这人有境界，茶也有境界，并非最好的茶叶配最好的水就能点出最好的茶，要君臣辅佐，方能更上一层楼啊！嗨，别说那些虚的，喝茶不就是喝一个好口味吗？是啊，到底这一局谁赢了？多谢先生。太好了，咱们赢了。太好了，就是。对不住了，诸位，我想了一想，我还是觉得胡掌柜的茶虽好，但就算不去茶汤巷，在别的地方也同样可以喝到呀。大不了我把茶博士请到家中，冲调即可呀。
但是赵娘子的茶，那真是独一无二、绝无仅有的呀。所以诸位，我还是选择半遮面。哎，你赢了。承让。各位掌柜，所谓茶道者，只要遵其道，便可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没错，我确实因为负罪，莫为越级，可是早已脱籍。我也喜欢在点茶的时候，用上自幼习得的歌舞功夫。可是有道是，茶如人，人如茶。如果茶汤香凝悠远，自然能得到赏识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乎它是来自御茶园，还是出自钱塘山畔呢？说得好，有道理。赵娘子依言行我，胡某技不如人，认赌服输。今后茶汤巷欢迎赵娘子常来常往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碾茶的时候我就来过。那你都看见了？看到什么？我用舞姿碾茶，他们也议论我，原来曾在越级。盼儿，你别这么叫我，你也别过来。我上次跟你说，让你想清楚，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，否则就别来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得很清楚。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我想娶你，我想跟你成亲，我想跟你白头到老。你是疯了吗？你没有看见我在里面跳舞的样子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周舍面前曾经浓妆艳抹，媚意勾引过？你知道吗？除了你熟悉的我，那一面也是我。你是朝廷命官，而我做过乐妓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今天一过，只怕是全东京的人都知道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我要娶你，不是他们娶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。在情爱这一块，我可能很迟钝，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。但是我跟你一样，一旦我选定的东西，我不会后悔。什么良贱之别啊，什么身份地位，对于我这种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的人来说，真的无所谓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茶无论是身在钱塘山涧，
还是身在豫园，只要茶汤凝香悠远，便自然会有赏味之人。我顾千帆就想做那个人。并梅尚未备齐，暂且以此为例。你愿意吗？三娘子，早啊！早。真凉快，多谢三娘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一回生二回熟嘛。银章，你还真是有意思啊！一会儿是后堂犹如谪仙人的琵琶圣手，一会儿却又帮着人送人倒茶，一如常人。可就是有一点不好，为什么每一次见我都跟耗子见着猫似的？上回帮你姐姐的忙，你还知道邀请我来听琴，可是上次帮你通报敌情之后，你就再也不理我了。你还真是个狠心的小娘子啊！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不习惯跟别人这么接近。你怎么力气这么大？我的琵琶有16斤重，我天天抱着它，当然不会手无缚鸡之力。你一而再的接近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猜？我嫁过人，你这么对我，无非就是看中我的颜色，又觉得我是个初来东京的官妓，可以随意轻薄。可昨天胖二姐的话彻底点醒了我，就算我身在越级，但可自尊自立，绝不是一只可随意逗弄的小猫小狗。沈著作，
我不是什么不问世事的小娘子，我嫁过人，还和离过。我的前夫被我亲手送进大牢。沈著作，您出身名门，我奉劝您一句，您最好别和我这种声名狼藉的女子搅和在一起，否则恐怕会有损您的官声。宋娘子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可惜啊，你的事情我早就全都知道了。华亭县的那个案子，那真的是轰动，刺配3000里。宋娘子，你还不承认狠心吗？你都全知道了？自然是全都知道了。遇事胆小怯懦，遇擒则沉稳有度。为我如洪水猛兽，对前夫却狠心绝情。宋娘子，你到底有几面？小心！对不住，刚才是沈某孟浪了，原本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吓着小娘子了。究竟想要干嘛？沈某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宋娘子。你刚才说我看中的是你的颜色，你错了。沈氏3朝世家，我见过的娇娃妖姬何止100人。我的确对宋娘子有意，但却与色相并无关联。如果说最起初吸引我的，就是你那首出神入化的琵琶技艺，但在我了解你的过去之后，我却是由怜生爱，由敬生重啊。娘，那赵娘子真的是贱籍从良？是啊，我都查了好几天了。向丽说，是她亲口承认的，那还要假？我说这欧阳旭，他怎么突然犯糊涂了呢？啊，哈，好好的青云路不走，硬是选了一个管道式的官儿，躲出了京城。原来啊，他是怕事情败露，逃出去了。那他要真和欧阳贵人定过亲，未来夫君悔婚攀了高枝儿，那也怪可怜的。呸，他可怜，切，可怜的是我们家小姐。要不就把这事儿告诉小姐？哎，不行。可小姐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呀。她要是不在了，小姐就永远不知道这回子事儿。娘，你要干嘛？宋娘子，贵为江南琵琶第一，才貌双全，却被宵小所骗，受尽折磨，想必心中更加是煎熬至极吧。所以你才会自认为声名狼藉。但是宋娘子，有道是勿笑主，曲如人。你的琵琶曲中既是一派光风霁月，又何必在意那灵台之上的些许尘泥呢？你真不嫌我脏，不嫌我低贱？不嫌弃。我只觉得，你虽弱质纤纤，但是却忍辱负仇，是为志。远赴京城，和姐妹们开创一片事业，是为勇。沈某也是个人呐。
面对如此智勇双全、百貌千态的小娘子，怎会不心动呢？宋娘子或许听说过吧？莽撞少年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心仪的小娘子时，多半会去戏弄她，欺负她。以前呀，我总以为这些只不过是戏文里乱编的桥段，可如今没想到，我也犯下同样的毛病。我真是……宋娘子，你就看在沈某一片诚心悔过的份上，别再生我气了，饶过我这一回，好吗？你别这样，我不怪你就是了。真的？既然如此，那尹章是否愿意让沈某做一回你灵台上的浮尘，替你抹去旧时的尘埃呢？不能。尹章，三阳姐，我在楼上打扫呢。要我上去帮你吗？啊，你不用上来，我自己能行。快走！你不是喜欢我弹琵琶吗？你赶紧走，我下回弹给你听。一言为定，但是不能在这里。顺天门外的金明池，你应该还没有去过吧？那里是皇家的园林，每年只有数月对民众开放。眼看呀，就要到闭园之时了。3日之后，我在池边相候。我要你只弹给我一个人听。我看你啊，总带这根钗子。怕你反悔，留个凭据。走了。深补水，细毛孔，焕透亮。麦吉丽精粹平衡水，邀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加贝艾特羊奶粉突破10大喂养效果，给宝宝更好的营养。加贝艾特。邀您精彩继续。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赶走开！闪开！哎呀，大内，您这脚才刚好，要找那姓赵的晦气，咱也不用急着议事，能不急吗？好好为了他，到现在还不肯理我呢。不好好治那个赵盼儿，在俺的心里憋得慌。别以为不知道，昨天你还替何四求情，一个个卖主求人，老子就问收拾完大，再来收拾你们。哎，赶紧到板正面去报个信，就说有人找他们麻烦，不想死就赶紧走，快！你小孩跑这么快，你也打架去啊？快跑啊！要打架了，大家都快跑啊！园林让你们麻烦了，快跑啊！要打架了，大家都快跑啊！站着。对面什么人？正面竟然请了护院的。衙内，他们是请了护院。不要怕。干嘛呢？这么吵！不，两拨人要打架呢。那把门关上。嗯，关上了。这是马行街，南来北往的商客难免脾气大点，不管他。
啊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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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活该！有本事别再去找赵胖儿的茬儿啊！我上回明明已经给你讲过了，我现在跟他们搭着伙，这7日后的教坊大演，我还指望着宋允章给我弹琵琶衬曲呢。你要是真砸了这半遮面，我跟你没完！谁说要砸他的店了？那老子是茶叶行的行头，那他开茶坊也不上门给我上点礼来，那我去上门教他点规矩也不行啊？现在是挺规矩的。查出来了吗？那帮杂碎到底是哪路货色呀？没查出来。哎，不过，咱们的人从对面领头的身上撕下了一块衣裳，居然是棉布。您瞧，这棉布可贵着呢，我也只见过两广的客商穿过，寻常户院可穿不起。难道赵胖儿背后有人？说不定是尹章去找的教坊使。那要真和官员有关，官员，那咱惹不起。赶明儿我再去找赵胖儿问问。你呀，就真的不要再去找他们的茬儿了，每一回都比上一回更狼狈，何苦呢？客官请。哎，把你们家最好的果子和茶饮都上上来。好。咱们又不是第一次一起上酒楼，怎么今日感觉那么别扭？此一时彼一时嘛。你笑什么笑？哼！我一猜他家的饮子就没有你调的好喝。哎，也是奇了怪了。你说昨天啊，你眉毛不是眉毛，眼睛不是眼睛，那么着急要把我赶出半遮面，怎么今日就变得这么温柔了？昨天是被你突然那么一说吓着了吗？后来我回去一想，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愿意跟我好，那我有什么在乎的？而且你长得好看呀，我也不会太吃亏。不好吃，长得好看呢。当然了，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，妾你将身价与，一生休，纵杯无情气。行了，别念了。我可不是欧阳旭第二啊！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生都守着你，爱着你，永远都不会让你背弃蒙羞的。对了，上次于中权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？还有萧青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方便讲是吧？不是，我只是在想，应该怎么跟你说。萧相公呢，他是我长辈的故交，但是他在朝野上的名声一直都是很不好，所以我跟他很少来往。上次也是因为郑青天的事情，把我逼得有些走投无路了，不得已我才求助于他。原来如此，那于中权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？这个萧相公救过我几次，就引来了他儿子萧卫的妒忌。于中权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就想用萧卫这事来对付于我。但是你放心，这些事情我全部都已经处置好了。于中权已经死了，那个萧卫我已经重重的惩治。如果他日后还敢对你不利，我第一个就会去找萧青言算账。你相信我吗？我跟萧青言真的不可能是一路人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我在想，你上次下手那么重，会不会得罪了萧相公？毕竟他救过你，也算间接的救过我。你要再为了他儿子的事儿找他麻烦，
总归是有些忘恩负义。既然不是一路人，那就躲得越远越好，既不去招惹他，也不去亲近他。你觉得呢？好啊。上次的事情让你为我受了那么大委屈，对不起。没什么，反正又没真的受什么伤。而且我也想好了，和你在一起，这种事情少不了。盼儿，今日你为我受的每一份委屈，我都会记在心里。日后，我会用双倍的开心来还给你。尝尝吧。梅子姜啊，我不行啊！我一喝姜水，我全身发痒啊。这个锦荔枝也是，这锦荔枝那么苦，能当果子呀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跟个小孩似的。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摩诃乐玩。刚才那个女的是谁？应该是他的相好，一个叫半遮面的茶坊的女掌柜。跟个商女混在一起，这个顾欠分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哎，杨奶，您看小的没骗您吧？这顾指挥和相公真的一点也不像。不对，我总觉得似曾相识。我和父亲也从不碰家。我娘逼我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也是先喝口水，才闭眼强咽。难道他真的是啊？我三弟也长得不像爹，都和我娘一个模子。他看起来比我大几岁。那人真是我爹的？下官不敢胡言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他就是长子。难怪相公会。我记得父亲把以前的贴身丫鬟一家放了粮，那丫鬟虽然死了，他儿子一家还住在姑子门外。你现在就去找他，用刀也好，用绳子也好，务必问清楚，我爹和我娘成婚以前，到底和哪些女人有过来往。是。小顾，小顾，我跟里面的人打个招呼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。此处闲杂人等众多，还请司公你务必震慑。某家偶尔也要出来松散松散嘛。小顾好艳福啊！上回于忠全抓走威胁你的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此女子和陈莲是旧相识，之前被于忠全误捕过，在下与她并不认识。那这个女子是谁呀？你跟着我也好几年了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你跟女人在一起了。她如今是我安排在坊间的探查消息之人。你安排她？我怎么瞧见刚才她全在安排你呢？出双入对，把臂同桌，这可不简单啊！哼，司公好眼力。确实，我跟此女子有几分真情。不过，还请司公不要打逢场作戏，当作是情根深重，这样我会很不高兴。好，还是小姑你想得明白呀。像这种昌家从良之女，
当个外使也就罢了，真要娶回家去，可不就跟那位欧阳探花一样自断青云路了吗？以你小姑这样的人才，配得上更好的名门闺女。欧家以后也会帮你多留意的。那就有劳四公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能不能开诚布公谈一次？他是谁？一个朋友，要不我跟他叙叙旧，你先回去。大哥，这位就是嫂子。不是，不是，你先去桥头那边等我。大哥，何必如此见外？当不得萧衙内如此称呼。我姓顾。我已经查到，父亲在年轻时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夫人也是姓顾。天下同名之人、同姓之人，何止千万？可父亲悉心照顾的，只有你一个。我外祖父是姬昌伯，萧家的嫡长子，永远只能是我。你若是识相，以后就滚得远。啊！我看不识相的人是你。连你父亲都不敢威胁我们皇城司，何况是那个什么姬昌伯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姓顾，跟你们萧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更不会惦记什么嫡长子之位。安心做你的萧府衙内，离我和我的人都远一点，要不然我下一次再寄给萧青言的，就不只是陆退那么简单。前排，前排。齐师叔，你怎么跟萧家的大儿子动起手来了？他之前指使那个于中权对小侄不利，我只是顺便警告一下他而已。真是少年心态啊！要对付他们，何须在大街上面动手呢？萧青言就要回京任相了，他那几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以后世事凌人的事少不了。你只要多多注意，等他们真正犯了什么大事以后，将他们直接捕进皇城司，除之后快。这才是真正的动了萧青言的根本啊！怎么？你不愿意？啊，不是，小侄只不过在想该如何做。那便好，来坐吧。啊，对了，前日送到您府上的雷禁的罪证，那可都是于中权最亲信的手下之人的。上一回江南一案，你说还不到时候对付他，如今有了这些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简凡啊，你近来怎么如此不沉稳啊？我让你多找萧青言的麻烦，
可你却只想着抓住雷静不放。你搜集的那些证据，的确能让雷静伏法，可是说到底，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。我们清流真正的大敌是萧青岩。是，雷静的事我会处理，左右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而已。我知道，你想尽快的除掉雷静，是因为你想早日升上五品正室，为你姑母请封诰命。可是朝廷错综复杂，我得跟其他的清流商议妥当了，才能行动啊。小师没有要催促您的意思。我当初让你去皇城司，并不仅仅是为了除掉雷静，而是想让你借助皇城司的力量，相助清流，匡正朝纲。千万，你可不能本末倒置啊，明白吗？小臣明白。2位要的红火饮。老板，结账。哎，好。这得怎么样啊，才公？生意不景气啊。是的。老板，咱昨天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不挺客气了。茶口吧。哎呦，是。老板，行家呀啊。你怎么了？中午出去那会儿还高高兴兴的，这一回来就这样了，是不是和顾千帆又吵架了？别提他。赵娘子，哎，袁承田来了。袁先生，赵娘子啊，你看看这几个字如何呀？果真是金钩铁画，能得先生赐墨。半遮面，蓬荜生辉。哎呦，赶紧让人去雕版去。大娘子，你这笔生意做得划算。袁先生的字是字字千金呐，啊，你把它印出来做包裹的果纸，那好家伙，附庸风雅的人还不得盯着买呀？被您看出来了，袁屯田的字儿虽好，我的画也不差呀。哦，那是自然呐。哎，赵娘子啊，我早先呢就想问你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是从哪里搜集到这么多的名词名画呢？家父原来也颇有此好，我在江南的时候收集了一些，这些都是旧藏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大哥他明明好好的。来了你们这儿，喝了这个红光饮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大哥，有戏了！有毒！你们这果子饮里有毒，有毒！红果饮是我调的，怎么可能有毒？还想耍赖？你大哥应该有什么救急。你们看，这不是毒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毒，这是什么？会不会是我们买的红果被熏了硫磺？这硫磺遇到银子也是会变黑的。快走，快走！这茶帮里毒死人了呀！走啊！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，大哥？说，好好说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大哥？你赔我大哥的性命！二位大叔，你们谁能帮我去报个官，行吗？帮我去报个官。别去，对不起，我们肯定不是有心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。我有钱，我先赔给你50贯、100贯都行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把命赔给我大哥。二位好心的大叔，
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帮我去报个官，把这些杀人凶手抓进大牢里！我求求你们，这个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这是出了人命啊！你想演是演不住了，只能报官了。哎呀，就别愣着了，查查哪儿出了纰漏，待会儿官差来了好有个分辨呐。你想想，会不会不小心混进耗子药了？不能报官，报了官就都完了。大哥，大哥！